你相信地球上有外星人吗？这个叫欧米娜·欧涅克的女人就自称来自金星，她声称地球一直在被外星人监视，还揭秘了人类找不到外星人的真正原因。最离奇的是，她居然说金星人来到地球的第一站是西藏。欧米娜还说了什么？她的话可信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欧米娜·欧涅克，这是他在金星时使用的名字，而他在地球上的身份名叫希拉·舒尔茨，出生于1955年。在地球上的这数十年中，欧米娜做了很多事情，也揭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隐秘。以下内容完全出自欧米娜的自述，真实性有待验证，因此需要大家理性观看。欧米娜告诉人们，宇宙中有很多种类的生命，仅太阳系中就有多种生命存在。人们之所以没有在各大行星发现生命，是因为其他行星的生命与地球生命已经不在同一维度，它们早已达到星光维度的高度。所谓星光维度，是一个不依靠肉身和物质而存在的世界，他们的生命形式是精神和灵魂。据他所说，正是因此，无论人类如何探索外星，都无法看到金星或者火星上的生命。而欧米娜为了来到地球，还专门制作了一个3维的肉体，用来练习如何用肉体生活。这对于欧米娜来说是非常痛苦的，因为精神体想要做什么都是非常简单的，而肉体做任何事情都会被肉身所束缚。这也导致他失去了大部分金星人的能力。更让他难过的是，为了维持肉身的存在，他必须吃饭、睡觉、休息，还会生病、受伤、衰老。这些对于他来说都十分痛苦。但为了来到地球，他必须提前适应这一切。那么，金星人为何要来地球呢？欧米娜告诉人们，来到地球的金星人不止他一个，每个人来地球都有不同的任务，只不过很多人已经完成任务，又返回了金星。而欧米娜任务特殊，他此生注定都要在地球上度过。欧米娜表示，他在金星上做完特训后，乘坐宇宙飞船来到地球上空，随后他又乘坐小型飞碟来到了中国西藏。他告诉人们，金星人的飞碟有很多种类，分为客运和货运，还有用于侦察的观测飞碟。他们一直在关注着地球人类的发展。而他之所以先来到西藏，是因为这里是世界最高点，距离宇宙更近，更容易让他们慢慢适应地球生活。他们在西藏的一个喇嘛庙中生活了1年，在这里他们彻底适应了地球，然后才开始去城市执行各自的任务。欧米娜出山后来到了美国，因为她已经制定好计划，她将代替一个名叫希拉的7岁小女孩在地球上生活，而希拉则会获得一个升维的机遇，前往金星生活。她之所以选择希拉，是因为2人在前世是双胞胎，当时希拉为了救欧米娜而牺牲，所以她才选择希拉，也算是对她的回报。于是在某次希拉坐校车出车祸的时候，欧米娜替代了希拉，完成了身份的转换。当时很多人都很惊讶，因为希拉在车祸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。但实际上，此时的希拉已经被欧米娜代替。那么来到地球的欧米娜都向地球人透露了哪些信息呢？这位自称金星人转世的女子爆料称，地球上之所以有不同肤色的人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不同的星球，而且地球目前正处在一个错误的阶段。她的说法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欧米娜自称来自金星，人们之所以没有在金星发现生命，是因为金星人的维度远超地球人，他们是星光维度纯粹灵魂的存在，3维世界的地球人根本无法看到他们。欧米娜告诉人们，不光金星上有生命，太阳系的大部分行星都有生命，这些生命是从浩瀚的宇宙中迁徙而来，当时地球都没有形成，后来太阳系的生命形成了4大人类种族，这4大种族最开始也是和地球人一样，处于3维的物质维度，经过亿万年的进化，他们大部分人都迈入了更高维度，也就有了我们无法看到的金星人、火星人、土星人和木星人。不过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不向高维度进发，因为进入了星光维度之后，那些特权阶层就无法再享受财富权利带来的特权。正好此时地球逐渐诞生，这一部分人便开始向地球迁徙。我们地球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人种，就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星球。比如白种人的老家在金星，黄种人的故乡是火星，黑种人源自木星以及土星上的红种人。目前地球上的红种人已经比较少见，因为他们在地球权力争斗中落败，族群数量急剧减少，或许用不多久红种人就可能消失。当然红种人不可能灭绝，神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关于神灵，欧米娜告诉人们，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神灵创造的，神灵来自最高等级的维度，他创造了一切生命和物质，神无处不在，万物都是神，神的意识覆盖在任何角落，哪怕是你手上的手机，你嘴里的食物，你本身的肉体和灵魂都是神的延伸。只
要神愿意，他能知道和改变一切，神无所不能。不过按照欧米娜的说法，地球人目前正处于一个错误的阶段，人类正被物质所奴役，完全违背了生命的初衷。神创造人类是希望生命不断向上攀登，前往更高的维度，但地球人完全忘记了这一点。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物质的世界，享受物质带来的快乐就是生命的意义。所以地球人越来越不重视对灵魂的修炼，也失去了信仰和敬畏。欧米娜之所以要来地球，就是为了引导人类走向正确的道路。他已经努力了很久，但收效甚微，因为人类已经习惯这一切。当然，欧米娜并不灰心，因为他知道引导地球人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当人类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时，一切都会转变。那么欧米娜所说的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不要抱怨你的生活太苦，因为这是你在出生之前就做出的选择。这是自称金星人欧米娜告诉人们的秘密。他声称人的一生都是安排好的，天使的任务并不是拯救人类，而是保证人类按照既定的剧本发展。那在欧米娜的预言中，人类的结局又会是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思考，生命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一生基本不超过100年，不管庸庸碌碌还是波澜壮阔，最终都难逃一死。而我们经历的这些东西也会随着我们的死亡烟消云散。那么我们在这世界上走一遭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欧米娜告诉人们，因为我们的灵魂都是永恒不死的，而我们经历的每一个轮回都是在为向更高维度进发而积累阅历。当我们死亡后，我们会选择下一世过怎样的人生，越苦难的人生得到的阅历值越多，也就越能向高维度进发。从他的话来分析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，这不是老天决定的，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不过世界并非一个程序，只要选定就会按部就班的执行，哪怕我们在轮回之前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，在人生中也可能会偏离轨道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，神创造了无数个天使，这些天使有的负责宇宙世界的运转，还有一些则是负责追随每一个生命，这些被人们称为守护天使。守护天使会陪伴在每个人身边，他会在一些重要的时刻给你提示，比如某些时候你会隐约得到一些预感，你不知道为何会产生这些预感，但当你按照预感去做的时候，总会得到想要的结果。其实这就是守护天使在给你提示，如果你不按照预感去做，就可能偏离命运的轨道。再比如，当你想要坐飞机去某个地方，但这架飞机注定会出事，守护天使便会给你强烈的提示，让你不要去乘坐这架飞机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命运中注定要经历一场空难，守护天使就不会发生。所以说，守护天使存在的意义不是让趋吉避凶，而是避免命运偏离主轨道。另外，欧米娜还告诉人们，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灵魂，地球人的灵魂也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从一些微末的物质一步步升华上来的。我们总觉得能成长有意识的东西才能称之为生命，但实际上一块石头、一泓湖水、一条冰川都拥有自己的灵魂，它们也是生命，只不过它们的灵魂比较低级，根本无法表达自己，它们会经历千万年才能慢慢觉醒自我意识，然后向植物、动物进发。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很有灵性的生物，它们的灵魂就已经进入比较高的层次，或许未来几个轮回中就可能升华成人类。比如我们家里的猫猫狗狗，它们都是非常通人性的存在，因为它们的灵魂在动物中属于比较高的级别。所以说，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于经历，而我们的经历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就能实现灵魂的升华。而当地球人明白这一切之后，就会摆脱物质的操控，重新走向正确的轨道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欧米娜的自述，未经科学证明，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